金侯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。勇敢无畏的孙悟空，居然是一只来自印度的猴子，这可是胡适说的。鲁迅可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是来源于一位国产水怪，乘在淮河里兴风作浪的吴知奇。陈寅恪还有另外一种观点，那就是来源于乘助力玄奘西行，却又险些在玉门关下杀害玄奘的胡人向导石盘陀。到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？或者说，真相其实都不在其中，并且你可曾知晓，执笔《西游记》的吴承恩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只写了一只猴子，其实还暗含了十分深刻的禅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。2024年，加拿大的印度移民集资建起了一座高达16米的雕像，引发了当地关于文化侵略的抗议。看这浓密的毛发，厚实的嘴唇，一根长长的尾巴，这就是胡适说的原型——印度神猴哈奴曼。在印度史诗中，还是小猴子的他，早起渡饿，看到太阳像水果，就跳起来吃掉了。长大后更厉害，能变大变小，移山填海，率领猴子大军战胜了魔王，和神通广大的猴哥确实有几分相似。不过鲁迅等人认为，印度教史诗缺乏汉译本，并没有渗透到佛门中，所以不可能作为孙悟空的形象来源。更何况哈奴曼曾撕开胸膛表忠心，和崇尚反叛的猴哥根本不算一路人。鲁迅怎么说？他提出孙悟空的形象应该受到了淮河流域水神吴知奇的影响。他形似猿猴，白头青身，能掀起滔天巨浪，大禹治水时降服了他，还锁在了龟山下，这就和压在五行山下的大圣对上了。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吴知奇太坏了。淮河流域自古水患频发，唐朝就记载，江淮鹅盐，有毛人食其心，人情大恐，百姓不敢独居，纷纷聚集在一起，点燃烈火，弓刀戒备，甚至不敢睡觉。传说持续1000年，直到上世纪50年代，转变为水猴子的谣言。无穷小亮就曾做过多期辟谣。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，孙悟空水性太差了，要不然为啥老指使猪八戒去打头阵？最后一个观点是陈寅恪提到的石盘陀。玄奘在甘肃瓜州准备偷渡出关，收了这名徒弟，一路上帮助玄奘买来老马，斩木为桥，布草填沙。有人说因为胡僧而被误传为胡孙，就成了孙悟空的原型。而且在西夏壁画玄奘取经途中就出现了猴行者，看来这个是真的了。不过没有这么简单，这位石盘陀的形象也不正面，没陪玄奘走多久就有了退悔心，甚至还拔出刀想要杀害玄奘，劝玄奘返回没成功，就自己跑掉了。说了这么多，看来都不靠谱，所以让我们回到市井街头中去，那才是真正创造孙悟空的地方。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当然是吴承恩，但他也只是民间说书、戏曲、杂剧的整理者，能拿个
最佳改编剧本奖，可拿不了最佳原创剧本奖。目前最早能看到猴哥的故事，就是宋代的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，只不过此时的孙悟空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白衣秀才，自称猴行者，能讲经却不能打架，带来的后续影响就是我们现在看原著，居然能看到徒弟孙悟空给师父唐僧讲佛理，比如他曾安慰心神不宁的唐僧：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可惜86版电视剧没能拍下来这样摇头晃脑讲经说法的猴哥。更大的因素就是福建广东自古多山，有极强的猴神崇拜。宋元打通了南北交通线，南方的说书人纷纷北上，带着各类猴神信仰所改编的故事，在市井街头不断进化，几百年间的完善让猴哥焕发出勃勃生命力。有哪些证据？福建宝山双圣庙立着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2块石碑，比小说早100-200年。福建乌石山灵水夫人收服了一只千年红毛猴精，让他改过自新，后封为丹霞大圣。到了元杂剧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的形象已经很成熟了，号通天大圣。不过他是5兄妹之一，还强娶了公主做老婆。那么到底哪个是孙悟空的原型？其实都是。孙悟空并不是单一形象来源，最早可能追溯到石盘陀，再加上吴知奇以及福建广东形形色色的猴神，在说书人的嘴巴里，在热闹的戏台勾栏上一代代进化，才有了吴承恩的集大成。不过哈奴曼就太远了，胡适就是错了。故事还没完，吴承恩并非只写了怪力乱神，那只猴子其实是唐僧的心。吴承恩可并不简单，他从小勤奋好学，过目成诵，只可惜一生坎坷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他70岁才开始完善《西游记》，洗尽了一生铅华，融入了嬉笑怒骂人间百态，也暗含了诸多佛理。我们都听过的一句成语心猿意马，维摩诘经有云：以难化之人，心如猿猴。我们之前分享过12因缘的理论，在生命之轮中，树上的猴子就代表了10，象征了人心的躁动，一刻不停。吴承恩把谜底都写在了目录中，孙悟空击杀6个强盗的那一回，就叫做心猿归正，6贼无踪。不去掉蒙蔽自信的眼耳鼻舌身意6贼，心怎么可能归正呢？对了，一马就是白龙马，谜底也在目录上。孙悟空不是别人，正是唐僧的心。大圣学艺的地方，灵台方寸山，斜月3星洞。灵台方寸就是心，斜月3星还是心，而大圣一个筋斗云就是108000里，正好是到灵山的距离，所以隐喻再明显不过，起心动念即到灵山。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另外一个隐喻，唐僧的3个徒弟就是代表了贪嗔痴3毒。贪吃好色的猪八戒就是贪，
木讷愚钝的沙和尚就是痴，而急躁好胜的孙悟空自然就是嗔。路途茫茫的西天取经，正是唐僧作为一个凡人，拔除贪嗔痴，调伏心猿意马，最终走向觉悟的完整历程。佛学中有个词叫经变，就是把深奥的佛理变成故事，变成壁画，变成雕塑，让百姓们听得懂，看得懂。依我看，最成功的一部小说经变，还就是《西游记》，即便这之中仍有不少对西天的辛辣讽刺。孙悟空是不是来自印度的猴子，今天已经讲述得很清楚了。它就是一只从历史文化中，从各类民间传说中土生土长的，又充满活力的中国猴子，既有过反叛，也不惧西天万里遥。几百年过去了，现在的孩子们看的还是孙悟空打妖怪，而作为成年人看到的是如何降服自己的一颗心，心源归正，方能见性明心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